那么今天下午第一个视频，我们主要来聊一聊港股的中信股份啊，同样它是来自于咱们的粉丝约稿。那么我经过复盘来看的话，整体这个股票后期的走势还是比较向好的。下来我们从波浪理论角度来具体分解一下当前运行在哪一个结构当中，同时后期具备的这个机会在哪里。首先从这个月线图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之前拉升到高位以后是 51.70， 从高位 51.70 在很短的时间里一路下跌，跌到了最低是 3.66。 这次下跌从整体的结构上来看的话，它就是一波形态来完成了这一次下跌。那从这个下跌结束之后呢，市场迎来了第一次的反弹。它走了一个三波形态可以定义为它是一个 ABC。A、B、C。那这个三波反弹结束之后，如果按照常规的看法来看的话，那后期整体的下跌它应该是一个新的推动浪。就比如说 51.70 到 3.66 它是一个 A 浪，那黑色段这个三波它是一个 B 浪。那从这个黑色段的结束点开始，那向下的走势应该是 C1、C2、C32、C33、C34、C35 应该是从这个低点直接创出低点，打出 C35， 然后后面可能还有一个 C4， 再拉出一个低点 C5， 这是常规预期是应该这种看法。但是这里整体结构发生了变化，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段的调整它相对时间是比较长的，整体运行了是33个月。那后面这一段的调整我们再看一下，它整体运行了是29个月。那刚才我说了，按理来说它是应该从这个位置直接向下跌破前低，但是目前实际的行情走势出现了反转。那也就是说，这一阶段的反弹就是就之前从 51.70 跌到 3.66 先不说，那从 3.66 向上反弹到 24.60 这一段的三波结构，我们应该重新定义为它是一个整体的是一个 A 浪。那从 24.66 一直下跌到这个 5.20， 这属于一个二次探底走势三波的二次探底走势，我们这里给它定义为是一个 B 浪。由于这一阶段的下跌并没有持续性，那么从现在的结构上来看，它有向上突破的可能性。那么当前从 5.22 向上发展，应该是在发展一个 C 浪同时这个 C 浪的级别呢，是对应前期三波这个结构的一个 A 浪。那么这一处我们要看作就是对于 51.70 到 3.66 整体的一个反弹修正。但是由于这一次 B 浪探底的结构探底的幅度比较深，所以后期整体向上只有两种结构能够说得通。第一种是三角形全三结构5个3，第二种就是平台型335。那后期其实我们对应的就是看它后期在这次 C 浪的发展里面，它到底是发展出三波还是发展出5波，从而有利于我们后期判断它最终是选择三角形还是平台形。那从当前的走势来说的话，这一阶段的走势我可能现在目前会定义为它是一个 C1， 出现了一次较为深的回撤这是一个 C2 走势。那当前目前就是处于这个 C3 至于这个 C3 结束之后是否能发展出来C4 以及 C5， 那么我们还是有待观察的C3、C4、C5。但是整体它向上运行的这个空间是比较大的。那么后期首先会面临的压制是位于 0.382 的位置，也就是22港币左右。再一个位置就是上次的反弹 A 浪高点 24.60， 最后就是50%的位置 27.70。那从以上的这种结构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后期从目前价格 11.3 左右，那最近的一个目标压力是位于22以及 24.60、27.70逐级上看。所以当前来看的话，存在一个翻倍的一个这样一个机会。下来我们就是要研讨目前处于这个月线级别 C 浪3当中，它处于哪一个子浪
那首先我们还是要将时间调整到这个周线图。如果大家有其他好的品种，继续可以给我们留言。咱们分析的大类主要是美股、港股数字货币、期货以及原油。这里我们将时间调整到周线图。那当前我们就是研讨这个从这个低点 6.53 开始的 C 浪3。6.53 是 C 浪2的结束点，也是 C 浪3的一个起点。从这个 C 浪3的内部形态，它可能会发展出一个5波形态，这有可能是当中的子浪1。3波的调整完成子浪2，目前是处于子浪3当中，后期可能还有个子浪4以及子浪5等这个全部结构完成之后，那么将会完成的就是这个 C3 的一个整体走势，C 浪3的整体走势。所以这里我先给它大级别是刚才说了，大级别是 C 浪3当中分为5个子浪，分别是子浪1、子浪2、子浪3、子浪4、子浪5。从目前的结构来说的话，那么我们就是分析这一波子浪3当中有没有回撤的机会。比如说在子浪1前期高点附近，比如说是 11.80 附近，有没有一波快速的回撤？回撤之后是不是能出现一个日线级别的底分型或十字星，出现这样一个做多机会？那么这里我们还是要拉出黄金分割。那我先把高点拉到这个子浪1的高点可以看到下方的支撑分别是在 0.382， 或者更深一些的话会位于 0.618 的位置。两个点位分别是 10.30 港币以及 9.30 港币。那从近期的走势来看的话，我们就是等待这个回撤出现等待这个回撤出现，看盘中能不能出现一个像样的调整，然后继续向上运行。这里画了2段黑色的预期轨迹，整体走势来看的话没有太多的一个区别，主要的原因在于回撤的一个幅度深浅的问题。那么大家记住 10.30 到 9.30 这2个关键的一个支撑位，后期我们就等待在此处或上述位置能否如期出现日线的底分型十字星。那么刚才我们在月线当中也给大家说到了上方的目标位，最近的一个目标位是可以说是奔着这个翻倍的这个走势去看的。所以当前大家可以多关注一下这只港股中信股份。好，今天下午关于这个港股中信股份的波浪结构分析到此结束，我们下一期再见。